种族灭绝罪，美欧加英同时制裁中共官员。美议员表示，是时候把中共赶出联合国安理会了。老粉红公开退党，呼吁抵制中共。全球各地退党中心动态速递。退党数据解析，三退总人数已经达到37414414473人。退党义工新生，本期人物贺银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退党洪流》，我是瑞丽。共产党不是一个政权组织，也不是什么独裁党派，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邪灵。它有生命，有血肉，有爪牙，它的目的就是毁灭人类。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这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自述。中共篡政70多年以来，在历次的运动当中，共造成了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迫害正信，逆天叛道，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罪人。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认清中共的本质，反思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不仅做个历史的见证者，更要成为历史的推动者，脱离中共，获得灵魂自救。如今呢，已经有3.7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清中共的本质，抛弃中共，远离邪恶，得到平安。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的退党红事。3月22号，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同时采取行动，针对中共官员以及实体实施制裁措施。3月22日，美国、欧盟、英国与加拿大同时行动，制裁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人权犯罪的中共官员及实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启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新疆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正和新疆公安厅厅长陈明国，他们的资产将被冻结。布林肯在声明中说，大西洋两岸的统一响应向那些侵犯人权的国家发出强烈的信号，我们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采取进一步行动。除王军正、陈明国，欧盟和英国的黑名单上还包括新疆政法委书记王明山、前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伦，他们将被禁止入境并冻结资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也在制裁名单中。这是自1989年中共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欧盟首次对北京实施这类制裁。由于中共的对外扩张越来越咄咄逼人，欧美就是从本国利益出发，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这个制裁呢，可以看作是调整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指望欧盟对中共的政策一下子会有很大的改变。专家认为，制裁确实会对中共官员个体产生影响，但对中共决策作用有限。6·4事件后，西方的制裁并未影响之后欧美帮助中共崛起，所以目前还不能说欧美对中共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当然，未来对中共欧盟和美国会有一些协调，但是只要看不清或者是假装看不清中共的真面目，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行动和结果。美国国务院曾在特朗普政府任期最后一天1月19日宣布，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的大规模镇压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这是迄今为止针对中共新疆政策最严厉的谴责。美国佛州共和党众议员古斯·比利拉基斯提出一项决议，敦促联合国采取必要和适当的行动，将中共从联合国安理会中除名。他表示，鉴于共产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可怕记录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持续不良行为，早就应该采取这种行动了。比利拉基斯同时还阐述了将中共从安理会中除名的一些理由。比利拉基斯办公室表示，40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扩大与中共的经济交往，让中共成为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伙伴。很多时候，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共产中国的不良行为视而不见，这种做法是彻底的失败。仅在过去的1年里，中共就违反了一项国际条约，破坏了香港公民的民主自由，并继续压迫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
最明显的是维吾尔人、藏人和法轮功学员。扩大军事力量，对地区邻国采取侵略行为，在海上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在印度边境进行致命的小规模冲突，同时抢夺土地。比利拉斯基办公室表示，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还压制医疗专业人员，向世界隐瞒有关中共病毒的重要信息和数据。中共在中共病毒传播的问题上管理不力，缺乏透明度，无疑加剧了这种致命病毒的传播，最终导致全球大流行，造成260多万人死亡，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困难。国会议员办公室还指控中共多次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所述的核心价值观。联合国宪章序言写道：“我们联合国人民决心重申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男女及大小国家平等权利之信念，并力行宽容，彼此以善邻之道和平共处。”比利拉基斯说：“共产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事实上，中共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现在是我们采取新方式与中共互动的时候了。将这个屡次侵犯人权的国家从联合国安理会中除名，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必须继续让中共对其不良行为负责，并采取坚定的立场，不再容忍其进一步的不当行为。”议员表示，在历史上，人类遇到过许多邪恶的面孔。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这些成员国应该团结起来，展现出最光明和伟大的时刻，一起努力去认识邪恶并消灭它。作为人类，我们面临的最黑暗时刻，是在那些明知其邪恶却默默地站在那里的人，为无所作为找借口，任凭不公正现象的存在，无视民众被迫害和肆虐。美国必须继续成为有原则和勇气的灯塔，承认和促进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如果我们在这些邪恶行为面前保持沉默，我们就会忽视了道德标准对我们的这一要求。这样做将危及整个公民社会。前不久，在新西兰奥克兰西区马场举行的庆祝3亿7千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集会上，来自中国大陆的丁海江公开呼吁抵制中共的渗透，这是他经历切肤之痛后的认识。他也和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勇于公开声援退党，呼吁抵制中共渗透，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这样的丁海江也曾经非常相信中共。我这个岁数啊，现在不应该说我是小粉红了，我是老粉红，就是因为炒股赔钱了，所以我对共产党说话我就有点不相信了。以过去完全相信，台湾那必须得收复。那个08年中国不举行奥运会嘛，那中国得金牌了，我那手鼓掌啊，那手鼓的都疼了。哎，中国伟大了，这。丁海江原本在中国经营一家企业。2007年中国股市红火，他开始炒股，初期挣钱了，但他记得下半年股市涨到6124点时就一直下跌。中共官方宣传说，中国经济没问题，是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影响了全球股市。后来又宣传是欧洲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5国拖累了经济，而中国经济则是2位数增长。但是丁海江发现，美国经济开始恢复以后，股市也慢慢恢复，欧洲股市也慢慢好转，唯有中国股市还是愁云密布。我记得是2009年的年底，好像是当时是温家宝的当总理嘛，他就出来说了，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哎，中国经济没有问题。这个东西怎么讲呢？不能看广告，得看疗效啊，对不对？你这光说中国经济没问题，这股市不涨啊。这个时候我就赔了多少钱呢？赔了将近30万了。哎呀，这时候就是彻彻底底的，就是对共产党说话产生怀疑了。一个问号种在了丁海江心里，他开始研究美国，随后又研究英国、欧洲、希腊，打破砂锅问到底。人只要问为什么，只要你有较真的精神，共产党就不好骗你了。2010年，我有一个朋友，他给了我一个插在电脑顶上一个小东西，就今天说话就是可以翻墙。我最开始看的就是新唐人电视台，完了那里边有那个什么希望之声啊，什么大纪元呐，这一看不得了了，
就把我过去从小的认知就等于完全颠覆了。一开始那种吃惊的感觉哈，哎呀，后来越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如饥似渴的看呢。这下可算挖着一个大宝藏了，挖着宝了。丁海江形容，这些报道真相的媒体给了他最早的启蒙，但由于在股市中损失惨重，他总希望能挽回损失。2014年，易租宝出现了，又出现了易租宝了嘛？当时叫互联网金融 P2P， 哎，这大肆的宣传的，刚开始我也不相信，那因为毕竟我都已经有点开窍了呀。但是我就是有点赌徒的心理，就说啥呢？哎，在中国共产党暂时也倒不了，这个是共产党宣传的。成立1年多后，易租宝被揭露只是一场庞氏骗局，涉案金额500多亿，90几万受害投资人遍布中国各地，丁海江投入的50万血本无归。2016年1月2号，他和其他受害人去北京上访维权。一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出面安抚说，政府一定会保障民众利益。但是7号风云突变，警察开始抓人。当这个人呢一到个5、60人的时候，警察呼一下子就来了，把这些人包围了，就都给拽到那个大车里去了。完了，往那个酒精庄拉，有的人就不上啊，那他们就打了，谁反抗打谁。就从那儿我就开始认清共产党了。丁先生说，现在如果还有人跟共产党讲什么法律，那纯粹就是幼稚。共产党今天说的话，转过头就能不承认。你说他流氓啊、土匪啊，这些词都不足以概括共产党，他远比这个还邪恶。共产党现在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已经不具有现实意义了。丁先生对此一点都不惊讶。共产党和民主国家是天敌，他说，只要有共产党的存在，这些民主国家有文明的地方，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吞噬掉。为什么？只要有讲诚信的，就能反衬出他如何的不讲诚信。就像台湾的存在，让共产党脸面无光，所以说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台湾灭掉。如今，丁海江一家已经移民到了新西兰。他不仅自己退出中共，还公开呼吁抵制中共渗透。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再受中共迫害。他还建议国内还没退党的民众要多看、多思考、多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会得到真心的帮助。再来关注。2月28号，澳洲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再度举办打倒中共恶魔的主题汽车游行。白马市选区议员布莱尔·巴克也是加入到了游行之中，呼吁人们认清中共的面目，解体中共，捍卫澳洲的民主和自由。巴克说，他很自豪能参加今天的汽车游行，因为中共政府是世界上最凶残的一个犯罪团伙，不仅是中国人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受到了中共集权的骚扰，人们需要了解真相。巴克现任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总裁，他曾是一名澳洲军官，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认为澳洲的民主自由已经受到很大威胁，人们就会受到中共澳洲特务的骚扰和恐吓。这是一个暴徒政权，他们就是一群暴徒，他们把魔掌伸向了世界各地。无论你信犹太信仰，或者是像我这样的基督教，或是信仰法轮功，无论你信仰什么，你都应该享有自由。巴克说，但你需要明白，这个国家的自由受到了威胁。无论你是练法轮功，还是在公园里向上帝祈祷，你常常会受到骚扰。但是请坚守你的信仰，我将永远与你站在一起。今天是巴克第一次参加打倒中共恶魔汽车旅行。当看到民众的热烈反应时，他感到深受鼓舞。我简直不敢相信人们的反应是那么积极，人们竖起大拇指，并且是竖起2个大拇指向你们致意。巴克认为，澳洲人对中共真面目的认识已经显著提高。中共病毒催生了澳洲人的觉醒。他们知道，无论是网络黑客还是干扰地方议会选举，全都是中共干的。这些东西被中共控制着，因为他们希望进行全球扩张。然而，澳洲人不是傻子，我们看穿了他卑鄙的意图。
巴克由衷感谢今天车队游行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我想对今天来游行的人说几句话。我想说，谢谢你对澳洲的热爱，谢谢你，了不起的澳洲人。你是捍卫民主自由最前线的战士，你是首先站出来保卫民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人。所以，所有来参加游行的人，我为你们自豪，能和你们站在一起是我的荣耀。全球各地退党中心在当地组织义工进行车游和集会，征签告诉民众真相，揭露中共的暴行。接着我们来看各地动态简讯。2月14日，新西兰奥克兰西区马场举行庆祝3亿7千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集会。2月27号下午，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举行天灭中共、结束迫害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市中心的坎伯广场出发，行经蒙特利尔最繁华的商业街圣凯瑟琳大街，最后抵达唐人街。游行中，三退义工手持横幅和展板，向民众广传“中共危害全人类，拒绝中共”等信息。队伍所到之处，民众反响热烈，鼓掌、挥手致意、竖大拇指、追着队伍拍照，以及在征签簿上签字。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支持和赞许，还有一些民众说感受到很好的能量。2月28日，澳洲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再度举办打倒中共恶魔主题汽车游行。3月13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南区讲真相，打倒中共恶魔征签汽车真相游行。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表示支持。3月16日，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退党义工组织车队游行，揭露中共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危害。10几辆汽车组成的游行车队，经过市亚特兰大市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等标志性建筑。车队打出了“中共不等于中国”、“解体中共”等标语，揭露中共危害，吸引了很多当地民众观看。有居民表示希望看到中共解体。从中国新年到目前为止，纽约打倒中共恶魔车队基本上每周都去车游和征签，每次参加的车有40到50辆。在斯丹顿岛、威斯特切斯特、长岛、布鲁克林、布朗市、法拉盛、曼哈顿等地传播真相和征签，揭露中共的邪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赞许。遇到路上的车辆，有的鸣短笛支持，有的向我们竖起2个大拇指。路边行人驻足用手机录像欢呼，更有遇到路人要求立即加入车队去传播真相的。自从2004年的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发表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每天都在持续的上升，遍及中国大陆以及华人世界的各类职业和人群，至今已经达到3亿7441万4473人。接着我们来看退党数据解析。退党数据解析。自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即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良知觉醒运动三退大潮。至2021年3月21日，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发表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的总人数已达 3.7 亿人，占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的 26.6%。即每4个大陆人中至少有1个曾发表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至今人数仍在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与从未加入过中共邪党组织的人，与中共无关的人数会更多，参见图表。在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中，总人数突破1亿大关用了6年8个月，突破2亿大关用了3年8个月，突破3亿大关只用了35个月，不足3年。截止目前，记者发稿时，三退总计人数为3亿7441万4473人。
自从2004年以来，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民众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发表3退声明，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如今，在天灭中共的洪势引领之下，全世界全面清理共产邪恶主义的毒素洪流中，各国纷纷联手反击、追责、围剿、解体中共的大潮中，人们对于共产邪恶主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些声明呢，是生命重新觉醒、重新获得新生后最真实的声音。退党声明精选：公司总裁退党声明，中共罪行滔天。我叫陈瑞，是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公司运营着一家视频网站，但是在中共的暴政下，公司现在连续5年亏损，濒临破产倒闭。因为公司所属的视频网站有人上传对中共暴政不满的视频，也有人在网站上宣传法轮功，所以现在共匪盯上了我们公司。中共一直用各种手段打压我们公司，我不知道公司做错什么了。宣传真相有罪吗？有罪的是中国共产党，是邪恶的中共政府。他们一直对人民说谎，他们靠撒谎夺取政权，靠撒谎来欺压人民，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我愤怒的不是政府对公司的迫害，而是对中共长期欺骗人民的愤怒。后来我阅读了九评共产党，了解了共匪肮脏的发家史，我知道了共产党本质上就是黑帮。后来我将九评共产党推荐给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徐毅和公司副董事长李拟。徐毅在阅读九评共产党后，感觉到中共犯下的暴行罄竹难书，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公安抓走后至今下落不明，想到了自己的遭受中共迫害的父母，也为了对法轮功证明，也决定站在我这边。李拟认为《九评共产党》这一本书对自己的改变很大，自己知道了过去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也知道了过去的大跃进、文革、6·4这些灾难都是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感谢《九评共产党》这一跨时代的巨作，改变了我和另外2名联合创始人。我和徐毅、李拟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中国共青团，退出中国少先队，能早日对法轮功证明。声明人陈瑞、徐毅、李拟，上海。声明退党团队。近些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走向富强，让中国不再被洋人欺负，而中国终究会统治世界，于是便加入了共产党，期望能为中国的富强出一份力。可惜不幸在不久前到来，那一天村干部的会议上，我被村委主席叫到他家开会。我原本认为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所有的共产党员也会廉洁奉公，可是当我打开村委主席家门时，我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满屋看去金碧辉煌，还有几个只身穿内衣的少女围在村委主席身边，她们说着露骨的话。当主席看见我进来时，更叫其中一名少女为我服务，不过我拒绝了。在会议结束后，我就对村委主席感到非常失望。在经历过这件事后，我便向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朋友说出这件事情，他们也纷纷说出相同的经历。在听过他们说的事情后，我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信心，并对中国共产党欺骗人民的行为感到羞耻。幸好在与朋友对话后，我认识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黑暗历史，并在他们的带领下选择退党重回正轨。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带动更多身边的人认清中共邪恶的事实。最后，在经历了上述的事情后，我在此宣布本人正式脱离中共党的一切组织。声明人全小将，广西。退团退队。小时候常听老师说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可是现实是中共从一开始就在制造不同民族间的对立，从住酒店不接受维族人入住，到大修集中营，煽动百姓歧视不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非汉族人。中共对小孩子强行灌输党文化的同时，尘封那些不利于这个邪党统治的历史，强制树立所谓正确的集体记忆，修改教科书掩盖真相，恐吓、监禁、抹杀、篡改中共对人民犯下的种种暴行，这些都是我翻墙浏览了真相后才知道的。我对中共犯下的大罪感到震惊，
也后悔之前懵懂年幼时被迫和同龄人一起加入这个邪党的附属组织少先队共青团，现在希望在这里声明三退，不再成为邪恶势力的附庸。生命人艾米莉亚，新疆乌鲁木齐。来自上海的贺银生今年36岁，英气十足，脸上透着坚毅和沉稳。但是有谁能够想到他小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少年呢？初二就被送到了攻读学校，初中毕业后就开始辍学，18岁开始吸毒，后来还经营网络赌球和博彩生意，过着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2010年，他通过朋友了解到了九评共产党，并且阅读了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之后，扭曲的人生观终于归正了。2018年，他来到了美国纽约，成为一名三退义工。他不论严寒酷暑、风吹日晒，亦或是当今肆虐的疫情之下，贺银生坚持在纽约的真相点告诉民众中共的邪恶。那么他为什么坚持呢？现在让我们聆听他的心路历程。我叫贺银生，我是一名法轮功弟子。我呢是从2012年开始是渐渐的走入到法轮功的修炼中来的。谈到法轮功，大家并不陌生，因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这种宣传，这种负面的宣传，已经有许多年了。就在我儿时的时候呢，我们听信的都是中共的那一套，就是法轮功自焚啊，或者是1400例啊，有病不吃药啊，这种诸如此类的这种能让人感到恐惧的事情吧。2010年的时候，我是通过一个同学发给我的一条手机短信吧，然后接触到了一个直连的网站，那时候还不会翻墙。对，我在里面就是看到了九评共产党，也看到了这个伪火，也就是关于法轮功自焚的真相。我看了之后呢，里面的内容很快就吸引我，我当时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所谓的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信息畅通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接触过诸如此类的消息呢？所以说，随着这个脉络，我往下去延伸，往下再去看的时候呢，我所看到的东西呢，就包括九评共产党里面所讲的一些史实呢，就是让我感到很震惊。我看到了就是一个我向来认为的一个伪光正的一个中国共产党，在从49年建政以后，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这种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我看到了这些之后，我就感到非常震惊。随着对真相的深入了解吧，我就知道了我所生长的这么一个国家吧，它是没有新闻自由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从小所接受到的这些宣传，那完全就是统治者有意的给我们看到的，而我们看不到的另一面，正是统治者所想要掩盖的，那些事实真相。所以看了这九评之后，和那个天安门自焚伪火之后，我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因为天安门自焚真相，它伪火里面讲到的就是，这里面就是天安门自焚里面的种种疑点，和里面的有些是被安排的这些自焚人员，他们并不是自焚而死，而是被旁边的武警所打死，这些画面。然后呢，我就去找国内的这种有关于天安门自焚的这种真相的视频，我发现我竟然连一个都找不到，那就说明，这个伪火，也就是天安门自焚真相，那是，说的都是事实。那当时呢，我就是随着这样的线索，去了解了更多的真相，有关共产党建政以来的他对中国人的迫害的真相。因为为什么？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百姓，他通过怎样的渠道呢？他基本上都是通过媒体新闻来了解这种时事，来了解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当我看到一家媒体完全是掌握在一个政党的手里，去撒谎欺骗民众的时候，我就对这样的媒体，我就觉得这样的媒体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说呢，我就是千方百计的去找能够对当局的报道能够有对比的这样一个新闻。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
我就学会了翻墙，去浏览一些真实的消息吧。当我看到了九平之后，我就看到了中共从建政以来发动的历次的政治运动，土改杀地主啊，反右杀知识分子啊，包括文化大革命啊，破坏传统文化，毁灭宗教啊，天安门89年民运屠杀大学生啊，种种诸如此类的这种，包括在59年造成的饥荒这样一种人间惨剧，这些年来一共造成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我当时呢也了解到法轮功的一些真相，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法轮功的弟子呢，他们完全是按照真善人去修心向善，做一个好人的人。但是呢，经过长时间洗脑的我来说吧，我就觉得信仰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模糊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当时我就觉得是一些有病的人啊，或者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啊，去公园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些人吧。所以说呢，对于法轮功呢，我也没有去深入的去了解。当时我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他们是被迫害的一个群体，是一个善良的群体，而且呢，他们就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呢，被中国政府长期的打压、酷刑，包括呢活在他们的人体器官。从那以后呢，我就看到了就是我所生长的这么一个社会里面的这么样一个政府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府吧。你要说我走入法轮功吧，这要从12年开始说起。因为在12年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学会翻墙了嘛，我会去对比一些新闻。那很多事情呢，你需要有对比，那许多真相也是对比出来的。他说这样，他说那样，那你只有自己去看过之后，自己去分析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哪里说的是对的，哪里说的是错的。那我当时就看了一个《新唐人》里面报道的这个未来人的神话故事吧，是有关于法轮功的。也看了这个优昙婆罗花开，有许多佛经中都记载过，就是世界上有一种花叫做优昙婆罗花吧，每3000年一开。开的时候呢，为转轮圣王在人间传法度人之时。那我就凭借着这么一个线索，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吧。我就在想，神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存不存在？到底是人刻画出来的呢，还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在小时候吧，有过对生命为什么而活着这么一个追问。上了小学以后吧，因为老师会带我们去电影院，3、4年级的时候，看了就是人类的起源，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么一个科教片。这种科教片，当你长大了以后，你去反思，它给到人的一种是什么观念？它就是把善恶有报，包括人有轮回啊，这种东西，这种道理完全都给你卡掉了。也就是像文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把信仰道德全部就是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那进化论这套理论给到我们的就是核心思想、核心意思就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不要去管有没有报应，有没有天理，尽管去享乐，尽管去享受。所以说，这套理论它是完全是摧毁人的道德的。但当我看到法轮功的这些就是专题片以后吧，我产生了就是这么一个对神佛到底存不存在的这样一个疑问。本着这个疑问呢，我去下载了《转法轮》。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在下载这本书之前呢，我是把著作这本书的这个创始人李洪石先生的这个法相先下载下来。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温暖。我后来好像我找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一样，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当时呢，我就是本着就是神佛到底存不存在的这么一个角度，去翻开了《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之后呢，就让我感到很震惊。我记得我看了大概没有多久吧，我就热泪盈眶，我就哭得非常非常的伤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直哭，就是在书里面完全就是把你所有的疑问，就包括人为什么活着，
活着为了什么，将来会到哪里去。他也讲出了就是道德到底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对，这在之前你要跟我说道德，我一直就认为道德只不过是一个人约束另外一个人的一种说辞。但看了《转法轮》以后，我就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法轮功师父在书中把人的道德，包括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为了什么，为什么你要按照真善人去做一个好人，把这些道理都通过一本书，通过就是简单明了的白话文给我们陈述出来了。书里面也讲到了一些关于这种宇宙啊、时空啊、人体之谜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就是人们想要了解而有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吧。书中的法理就完全就是阐述了就是善恶有报，它是天理，它是存在的，它轮回也是存在的，而这种轮回恰恰是根据你的善恶来决定的。而在生命的长河之中，做人是非常短暂的，你生带不来，死也带不走，什么东西都带不走，但是你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却是决定你生命的长河的去向。书中有一段法是这么说的，我理解，人要返本归真的时候，他要修炼的时候，这个意念一动就会震动十方世界。然后师父说了，就是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就感觉好像是有人在聆听我的心声一样。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动了一念，我流着泪，我说师父，我说我要修炼。3天我看完了《转法轮》，看完之后呢，我当时心里第一个感受就是《转法轮》这本书，它的法理能够照射出世界上的一切善恶是非，它就是像一面道德的镜子，能够照射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正，包括共产党的不正。这么好的一本书，这么好的佛法，完全是教人向善，如何去做一个好人，如何去提升一个道德的同时带给人们身心健康的这么一本书，却被中共宣扬成像魔鬼似的去灌输给全国人民。我当时就是为法轮功师父这么多年来所遭受的这种冤枉吧感到不公。共产党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他就是害怕，因为他是个无神论组织。就像我以前碰到过一个警察，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跟我谈这些，我们共产党员是什么都不信的，正是因为你这种什么都不信，你才把它去包装成真理，去灌输给全国人民。你所谓的就是把全中国的人的思想都统一到了你的无神论的这么一个体系之中，所以才让当今的中国人为了金钱和欲望无恶不作，从而去切断他们的回归之路。我觉得每个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去了解法轮功真相，因为它会帮你拾起你被共产党切断了的、丢掉了的那种道德，那是人最珍贵的东西。我觉得中共的目的，它不是以消灭人的肉身为目的的。中共所做的一切，它所宣扬的一切，它切断人的道德，摧毁人的信仰，就让人在这种贪图享乐、纵欲当中去断送自己的回归之路。我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认清中共的这个真面目，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拖着中国人跟他一起下地狱。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而从精神上摆脱它、抛弃它、脱离它，让中国拥有美好的未来，让生命拥有美好的未来。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退党洪流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和收看。如果您想联系我们，或者呢是想发表自己的反馈和意见，请您在视频的下方留言，或者请寄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dhl0808@gmail.com。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